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双面美学，杨洋在《凡人修仙传》与《特战荣耀》中的极致镜像。在当代影视工业中，演员的可塑性常被简化为妆造差异，但杨洋在《凡人修仙传》以下简称《凡人》与《特战荣耀》中的表现，却以截然不同的美学逻辑解构了这种扁平化认知。女性导演杨洋与男性导演徐纪周分别以镜头为笔，在韩丽与燕破月两个角色身上书写了关于诱惑的两种辩证法，前者是冷香出尘的疏离感，后者是热血喷张的原始性。这种性别视角下的镜像对照，恰成为杨洋表演艺术的最佳注脚。一、杨洋镜头下的韩丽，女性凝视中的禁欲美学。冷香与风情的悖论，凡人的韩丽脱胎于男性修仙小说，却被杨洋赋予了一层女性凝视的滤镜。杨洋的面部轮廓在柔光与浅景深中呈现出玉质般的通透感，尤其是特写镜头中，他低垂的睫毛与唇角微不可察的颤动，将餐风引路的仙人意象具象化为一种带有冷香的性感。例如筑基丹炼制一场戏中，汗珠沿脖颈滑落的慢镜头，配合青烟缭绕的炼丹炉，构成了一种克制的欲望叙事，禁欲感越强，诱惑力越深。杨洋善用曲线构图与流动性光影，韩丽的宽袍大袖在风中翻卷时，衣袂的弧度与杨洋修长的身形形成古典工笔画般的韵律，而当他施展法术时，指尖流转的凌厉特效竟如璎珞垂珠，暗合传统女性审美中的精巧之美。这种去雄性化处理并非削弱角色，反而通过打破性别符号的固有边界，让韩丽成为观众，尤其女性观众投射幻想的绝佳载体。二、徐纪周镜头下的燕破月，男性浪漫主义的野性图腾，身体叙事的暴力美学。特战荣耀中，徐纪周用充满雕塑感的硬光切割杨洋的身体线条，燕破月的每一次格斗、攀爬甚至喘息，都被镜头赋予近乎宗教仪式般的庄严感。泥浆中翻滚的肌肉纹理，阳光下爆起的青筋，这些充满原始张力的画面，将军人符号从宏大叙事中剥离，还原为纯粹的生命力崇拜。导演直言，该剧是给杨洋的情书，实则是对雄性荷尔蒙的礼赞。动态镜头的性别政治与凡人的婉约不同，徐纪周偏爱广角镜头与快速剪辑。燕破月穿越火场时，燃烧的烈焰与他奔跑的身影在变形镜头中扭曲融合，形成视觉上的吞噬感。这种充满侵略性的影像语言，本质上是对传统英雄叙事的附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剧中多次出现燕破月赤裸上身训练的镜头，但男性导演的凝视并非物化，而是通过汗水的反光、肌肉的收缩等细节，建构一种阳刚的可见性。三、导演性别视角下的互文性。诱惑的两种范式。韩丽的诱惑在于不可的性，杨洋通过虚化背景、降低色彩饱和度等手段，将杨洋塑造成琉璃盏中的冰晶，观众能观赏却无法触碰。而燕破月的诱惑则源于可征服性，徐纪周用大量手持镜头模拟战友视角，让观众带入与他并肩作战的亲密感。二者共同点是，杨洋成为欲望客体的同时，始终保有主体性。表演技术的跨界统一，杨洋在两部剧中展现了惊人的身体控制力。凡人里，他用微小的表情变化传递千年修者的孤寂，如目睹故人逝去时仅以喉结滚动表现悲怆；特战荣耀中则用爆发力动作彰显兽性，如悬崖负重训练戏份中，他脖颈血管的搏动与沉重的呼吸声形成听觉暴力。这种收放自如，正是跨越性别框架的表演哲学。凡人与特战荣耀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前者证明杨洋能成为女性幻想中的水墨仙人，
后者验证他亦是男性理想里的钢铁图腾。当行业还在争论演员该为谁表演时，杨洋早已用这2部作品给出答案。真正的极致美学，从不是单向度的讨好，而是在导演的性别透镜下折射出人性欲望的万千光谱。